这个男人刚接手一个倒闭的鱼塘，就往里面放了大量鱼苗。5天后，整个钓鱼界就炸了，无数钓鱼佬蜂拥而至，全是因为男人获得了鱼苗速长系统，撒下去的鱼苗眨眼就能长成大家伙，而且只要有人将鱼钓上来，他还能拿系统返现。邓刚的目光像定位追踪器一样，来回扫射着路上的行人，着重盯着路上带着有钓具的行人。他像是一名等待猎物上钩的猎人，满脸露出不可耐烦的急躁。总算一个背着鱼竿的小伙冒了出来，邓刚眼里瞬间冒光，立马大步上前将小伙拦住。朋友，需要钓鱼不？就是带着装备准备去呢。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知道一个隐秘的地方，鱼情超级好。重要的是，里面还有许多上百斤的庞然大物。这个地方在哪里，大哥？求求你马上带我去！上车，我带你去。立马两人就跳上了车，随着发动机的轰鸣，小车 biu 的一下就窜了出去。很快，小车行驶到了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上，越开越偏，周围景色从农田变成了密不透风的山疙瘩。望着窗外荒兮兮的样子，这钓鱼佬吴亚最初的狂热劲儿立马凉了，他心里开始发毛，脑子里全是法制频道的剧情。义父，咱们还有多久到啊？你这都快开进戈壁滩了。快了，马上到。吴亚紧张的冷汗都下来了，他慢慢的摸向一旁的鱼竿，目光从警惕立马变成了凶狠。就在他准备先下手为强的时候，汽车一个急刹停了下来。我们到了，目的地就在这里，我们下车吧。吴亚刚下车就满怀期待的看到旁边的指示牌，可刚才脸上还挂着的笑容立马僵住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有上百斤大货的地方？这就是你说的有上百斤大货的地方？尼玛还要收我300块钱一天，你这是搁这抢钱呢？这么破的地方，钓上泥鳅怕是都难。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，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。但这山路几十公里，又是荒郊野岭的，这得麻烦您自己走回去。不过天马上就要黑喽。我操，这要是走回去，还不知要走到何年何月。算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先钓一下试试。爷爷我钓，付你150，钓半天时间。但是钓完你得把我给送回去啊。兄弟，你瞧你这话说的，既然你在我这里消费了，那你就是我这里的上帝，我当然会把你安全的送回去啊。那先不打扰了，你先钓，我就在旁边木屋里，有事儿吆喝声就行了。接着邓刚便回到了自己的木屋里，然后就把自己的系统给打开了。总算等来第一个客人了，什么事情都要坚持，距离我成为下一个世界首富又近了一步。等邓刚出来后，他看见钓鱼佬吴亚笨手笨脚的打窝。很快1个小时过去了，浮漂竟纹丝不动。这兄弟的技术也太烂了吧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帮他一把，否则我在哪里去领系统的返现啊？邓刚立马点开系统画面，忍痛花300买了包小型幼鱼饵料。朋友，还没钓上来啊？你这饵料不太行，要不尝试一下我这个，保准爆户。我这可是老麻雀大师的秘制配方。哼，你这……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邓刚就撕开了饵料包装，一股又怪又浓的香味瞬间飘出来。钓鱼佬鼻子猛地一嗅，眼睛都看直了。我靠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何这么香啊？太感谢你了，老板！我靠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何这么香啊？太感谢你了，老板！说着就换上老板给的饵料，才刚甩竿下去，就感觉有大货咬钩了。他当即猛地提竿，鱼竿瞬间弯成了满弓。成了，大家伙，绝对是大家伙！老板没骗我，老板快拿抽网来，快点！旁边的邓刚假装没听见，自己在那儿装睡。朋友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只有你自己钓上来，我才能拿系统奖励啊！吴亚见邓刚竟没有一丝动静，实在没辙了，直接一个扑通一声跳进水里，2、3分钟后就抱着条大青鱼坐在岸上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吴亚钓起一条30斤的大青鱼，系统奖励1580块，并完成系统设定的首次成就，再奖励宿主20万元的新手大礼包。我操，这是真要发财了！岸边的吴亚正抱着大鱼疯狂拍照发朋友圈。最近 P 图技术没白练，这照片完全看不出是 P 的。爸爸，快发位置给我！吴大师，求带，这照片完全看不出是 P 的。吴亚看着评论，心满意足的仰天大笑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电话铃声响了。胡哥在哪里啊？晚上喝酒点行政，
我请。啥？你说啥？我这里信号不好。爸爸，地址发我马上开车出发。挂完电话，吴亚给几个朋友发去详细地址后，他又开始非常享受的钓起了鱼。有系统饵料的加持，没一会儿鱼桶就装满了。很快，一辆小车便朝着他疾驰而来。吴哥爸爸，这儿鱼这么多，老板在哪里？我也想钓。老板在那边小木屋里，钓费300一天，钓上来的鱼还可以回给老板。慢着，要是按照市场价的话，我这里有70、80斤的鱼，那就有800多块。我靠！我第一次居然把老板盘了。老板，这是我好朋友，他也非常想钓半天。时间太晚了，我得回去吃饭，明天早点来。老板，这才刚过6点，实在不行夜钓也行啊。就是啊，老板，我们装备都带来了，绝对不行。晚上我这里有豺狼虎豹，要是你们真出了事，谁担责？哼！要钓记得明天早点就行了。吴亚心里十分不甘，但也只能回钓位继续甩竿，而三叶草却在一旁非常羡慕的盯着，可下一秒突然惊呼：吴哥，上大货了！超大的大家伙来了！鱼竿立马弯成了心惊胆战的满弓，一股比之前猛多了的巨力传过来。我靠，这条至少有60、70斤！吴哥，你可要撑住啊！我来帮你。就当两人使劲拉扯的时候，突然咔的一声传来脆的刺耳的断裂声，吴亚手里那根贵得要死的鱼竿从中间断了，巨大的惯性让抱在一起的两人扑通一声狼狈的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三叶草，刚才水里那么大的劲儿，你说这水下到底是个什么巨物？三叶草，刚才水里那么大的劲儿，你说这水下到底是个什么巨物？爸爸，我们不管了，现在马上回家拿装备，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来盘它。恭喜宿主首日达成营业条件，鱼塘面积扩容至6000平方米，鱼塘水位也同时上涨6米，升级时间定于明天早上一并完成，请宿主不要着急，静静等候。我靠，鱼塘水位还上涨6米，那我这小破屋还不得被水淹了？我得抓紧时间跑，今天反正是不能在这里睡觉了。邓刚的爸妈在他幼小时就意外的走了，自此他便跟着三伯三娘一起生活。等他回到三伯家里，便瞅见三伯正在忙碌着。三伯，怎么没看见三娘呢？你三娘她去地里忙活去了。镇上今天有人来收稻谷。咦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你那个鱼塘摆弄的怎样了？挺好的，今天已经有钓鱼的人来了，后面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。以后我挣了钱，我就去市里买套房子，把你和三娘接去享福。小刚啊，你有这份孝心就可以了。你今天这么辛苦，也早点去睡觉吧。夜晚，邓刚的鱼塘边响起了汽车的引擎声，接着车上便走下来3个人。爸爸，你确定这破鱼塘真有大家伙？你白天是没亲眼看到那种场景，我跟义父两人使出全身力气也没将那大家伙给拽上来。三叶草说的一点没错，我那1万块买的高级鱼竿也只撑了2秒就断了。要不是小鸡在这里，我肯定连同鱼竿被拉下水了。你这样说的话，那咱们3人现在偷偷来钓。被逮住了恐怕不好吧？哼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们明天等老板起来就把钓费给他不就行？三叶草的话刚说完，天上便下起了小雨，可还没等3人做出反应，天空骤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今天钓不成了，雨下的实在太大了，鱼肯定也不会开口，再加上咱们3人都没带防雨的器具，看样子今天是钓不了了。这天气真是晦气，刚刚还众星广月，这时候又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并且我今天还特意看了天气预报，说未来几天都是好天气。算了，别抱怨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但是先放那大家伙一天马。我都挖了个洞，还好昨天没在鱼塘住，否则今天怕是被钓的就是自己了。鱼塘面积变大了，我得再去倒点鱼苗进去，不然客人钓不到鱼，以后就不来了。说着，邓刚就从小木屋抱着一桶鱼苗出来，往水里一倒。刚倒完，鱼塘边就传来汽车的轰鸣声。邓刚就从小木屋抱着一桶鱼苗出来，往水里一倒。刚倒完，鱼塘边就传来汽车的轰鸣声。爸爸，是这里吗？看着不像，是不是找错路了？没找错，昨晚下大雨，水位涨了，看着才变样。你们看，那边不就是老板吗？
老板，我今天又来了，今天鱼塘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昨晚发大水，导致鱼塘水位上涨了。高启强说的风浪越大鱼越贵，今天指定能钓着大鱼。邓刚，给我们开3个钓位，钓1天。哼，好嘞，900块。随后，吴亚3人来到岸边，整齐划一的往地上一跪。切，昨天折了我1万块的竿儿，哼，今天就让你这鱼塘的鱼付出代价。义父，别瞎逼逼了，抓紧时间下竿，早钓早回本。跪迎罗文刚老祖现世！跪迎罗文刚老祖现世！跪迎罗文刚老祖现世！他们刚喊完口号，天上就传来咻咻的破风声。下一秒，3根泛着金光的螺纹钢插在3人面前。等灰尘散去后，螺纹钢上面闪着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今日有螺纹钢老祖出手，管他有多重的大火，都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有来无回。今天有螺纹钢老祖镇场，不管多大的大家伙，都得乖乖上钩，跑都跑不掉。随后3人立马甩竿下钩，可半天的时间过去，就3叶草孤零零钓上一条6斤多的大板鲫。吴亚和大表哥俩全空军，连个鱼影子都没见着。我操，6斤多的大板鲫，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鲫鱼，牛逼啊！连鲫鱼都长得这么大，那昨天被你弄掉的鱼是有多大啊？这时候邓刚走过来，笑着问：“你们不饿呀？不打算吃点东西吗？”不用，老板，咱们最长记录是3天不吃饭钓鱼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这时大表哥的肚子咕咕作响。义父，我肚子叫了，好像有点饿了。老板，你这里还有吃的吗？给我们拿点过来。我们还没吃饭呢。有的，这就回去让人给你们做点。邓刚跟几人讲好价格过后，急忙来到三娘家里。三娘，我鱼塘那里有3位客人没吃饭，你帮忙给他们做一点。行吧，那我现在就去给他们弄好一点。半个小时后，邓刚拎着三娘做好的饭菜，再次回到鱼塘边。此刻只有3叶草先前钓上来的那条大板鲫外，3人就再也没有钓上来过一条鱼。此时，吴亚坐在板凳上，若有所思。你们的饭菜给你们做好了，快趁热吃吧。太感谢你了，老板。对了，老板，你昨天卖给我的饵料你还有吗？再卖给我1包行不行？还有，但是300一包。我靠，卖这么贵，你搁这抢钱呢？你们还买不买？老板，你不要管他说的，你给我来1包，我买。接着，吴亚接过邓刚递来的饵料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撕开。下一秒，一股非常浓烈的香味直钻3人鼻子里。哇塞，爸爸，你拿的饵料好香啊！姨父，你买的这饵料好像有点东西啊，香的我都想立马上来啃一口。吴亚立马换上饵料，他想证明一下昨天上的大鱼是不是因为这饵料的原因。就当他换上饵料，抛下鱼竿的10几秒后，马上鱼竿就传来了一股熟悉的感觉。可这还不算完，只要他抛下鱼竿，2、3秒后就会有鱼上钩。哈哈，的确没错。大表哥跟3叶草看到这一幕，当即便反应过来，老板的这饵料肯定不一般，立马2人便动手，一人抢了1点。就这样，3人在神奇饵料的加持下，犹如处心钓上身一样，接二连三的开始上鱼。与此同时，躺在床上的邓刚正享受的看着自己钱包里的数字慢慢变长。爸爸，我这里上大家伙了！爸爸，我这里上大家伙了！2人见此一幕，当即丢下自己手中的鱼竿，跑过去帮忙。2人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将3叶草牢牢抱住。万万没想到，我3叶草长这么大，也可以钓到如此大的巨物！快，别废话了，我们3人一起使劲，将它拖上来！有罗文老祖跟钢丝大帝在，今天绝不能让他再跑了！牛逼！看你们这架势，这条鱼肯定不小啊！老板，还是你卖的饵料给力啊！麻烦你给我们几人拍张照，留个纪念，到时候我们拿着照片还可以帮你宣传一下。他说的好像有道理，毕竟现在物联网如此强大，要是把照片放到网上去，那以后我这鱼塘的生意还不得爆满啊！邓刚瞬间如梦初醒，立马掏出手机拍个不停，折腾了半个小时，3人终于把这条大家伙拖上了岸。监测到3叶草钓获60斤青鱼1条，恭喜宿主获得6686元。爸爸
爸太大气了！爸爸，你太帅了，我爱你！说完，仨人抬着大鱼往车那边走，3七21下就把鱼绑在车后面，接着开车一溜烟就走了。他们这么转一圈，肯定能给我带来不少客人。我得再去弄点鱼苗倒进鱼塘，不然鱼不够钓了。邓刚才离开不久，这时候塘中央就飞跃起来一条巨大的青鱼。邓刚才离开不久，这时候塘中央就飞跃起来一条巨大的青鱼。这仨钓鱼佬刚钓上条60斤的青鱼，结果鱼太大，连车后备箱都塞不下，而且钓上巨物的兴奋劲儿一上来，他仨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。他们咋不把鱼好好装起来呀？嗨，他们早装起来了，不就一条鱼吗？我还记得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2001年来的晚了点，当年有条17、18斤的大鱼刚上岸又蹦回水里跑了，这都过去5200多天了，我早没放信息上，结果现在又看到这么大的鱼，赶紧查车牌找车主电话，询问他们到底在哪儿钓的这大家伙。吴亚仨人带着大鱼在城市里跑视频，在网上爆了，一晚上就冲上了热搜，全是问地址的。第二天一早，邓刚一睡醒就摸出手机，点开系统面板，咋现在钓位涨到380一天了？他琢磨半天也没搞明白系统咋突然涨价，索性不想了，打算出门收拾收拾，等今天的客人来。结果一开门，门口挤得满满当当，全是人。最前面咋咋呼呼的，正是昨天那仨钓鱼3剑客。我靠！爸爸，早上好！爷爷，早上好！义父，吃早餐了吗？大家早，今天钓位380一天，鱼货自由。不想把鱼带走的话，按市场价算就行。爸爸也太大气了！老板，你这跟做慈善似的。邓刚也不跟他们瞎扯，挨个收了钱，就让大家自己找地儿下竿。等其他钓友都散到鱼塘边了，钓客才凑过来付钱。爸爸，昨天那饵料再给咱仨一人来一包呗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他们仨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饵料的事，怕别人抢了好东西，以后自己就没专属福利了。一天只有一包，一包300。爸爸，咱不差钱，给咱仨一人来一包。你们爱要不要？要，给我吧，爸爸！仨人揣着饵料，赶紧跑到自己的钓位，还特意背对着其他人，藏着掖着换饵料，绝口不提饵料的事儿，生怕别人跟他们抢。没几分钟的时间，鱼塘边又开来一辆车，这次下来个大美女，一下车就直冲冲朝邓刚走了过来。邓刚见到我，你意不意外？哟，大美女，欢迎！最近忙啥呢？毕业后去提篮桥进修了阵子，最近在家跳舞，开直播赚点零花钱。要不我来你这儿开直播，赚的钱咱5-5分咋样？你要在我鱼塘边上跳舞直播？想啥呢？正好借这机会，我想转型做钓鱼主播。得了，收益我就不要了，你在这直播就行。那咱可说话算数，我去市里买钓鱼装备，到时候你可别赶我走啊。那是肯定的，有你这大美女在，本身就是道风景线，指定能给我这儿带来不少人气。葛小葛走后，邓刚躺在新买的躺椅上琢磨，他有系统加持，压根瞧不上直播那点打赏钱。再说了，葛小葛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看重钱了，要是处理不好，以后指不定出啥矛盾，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，能少点麻烦就少点。我操，布加迪威龙，有钱人！咋了？你说的这车很贵吗？不贵，也就几百个 W 的投入罢了。小哥，这儿的老板在哪儿呢？就在那边小屋里躺着歇着的那位。好嘞，谢啦。老板，你这儿还有鱼竿卖吗？我想钓一场。你连鱼竿都没带，来这儿干啥呀？我是来这周边旅游的，哪有功夫带鱼竿啊？我给你出2倍的钱。你这出手也太阔绰了！这位美女付完钱后，却还站在原地没挪步。你还有别的事儿？不给我饵料，我咋钓鱼啊？每天就限量1包饵料，现在早就被抢光了。系统立马给我升级饵料供应。饵料供应升级需要消耗2个 W 解锁，每天饵料供应量提升至3包，3种类型各1包。我这儿还有饵料，600块钱1包，你要不要？你这是在抢钱吧？爱买不买，要不你去问问其他钓友，肯不肯卖你？我猜他们保准会抢着把饵料送你手上。行吧，600就600。美女一脸不耐烦的付了钱，扭头就走。邓刚朝鱼塘边瞥了一眼，就见3钓客那边接连上鱼，引得周围一片惊呼喝彩。我操，你们仨也太牛了吧！不会是隐藏的钓鱼网红吧？这都连战钓上多少条鱼了？帅哥们，你们几个有啥独家秘诀啊？教教我们呗。嘿嘿，没啥秘诀，
就是昨天我们仨提前在这个钓位打了重窝而已。面对大家的羡慕，吴亚赶紧瞎忽悠过去，他才不会把饵料的秘密泄露出去呢，不然以后哪还有他的专属福利？系统出品果然都是精品，这效果也太顶了，简直炸裂！我靠，爆干了！兄弟，你没刷到网上的视频就来这儿了？就你手上那根小破鱼竿，还想来这儿钓巨物，也太不自量力了吧！不好，有人被拖下水了！有人被拖下水了！我操！邓刚听见呼救，惊得浑身冒冷汗，赶紧低头往水里瞧，就见水里有个人被什么东西拖着，飞速往深水区去。尼玛，可千万别出人命！我操，那到底是啥玩意儿？我的天，这么大的鱼，怕不得有100-200斤重！你还死死拽着鱼竿不松手，赶紧放开啊！邓刚立马跳进水里。老色批，赶快把手给我松开！美女别瞎扯了，先爬上岸再说。俩人走到小木屋边，邓刚的目光不自觉往美女身上瞟。之前没觉得这姑娘衣服湿了后，身材居然这么好。老色批，你往哪瞅呢？今天我记住你，你给我等着！美女离开后，邓刚拍腿顿悟，罪魁祸首准是那包饵料。他给吴亚仨人的是小份幼鱼料，给这美女的却是中型鱼饵料。就他这小身板，没被鱼拽下去才怪。现在来钓鱼的人越来越多，塘里的鱼也越变越大，得给鱼塘好好修缮一下，安全措施得拉满，赶紧叫系统给鱼塘升级！赶紧叫系统给鱼塘升级！升级后，水域扩至8000平，水深16米，鱼成长倍数3到16倍。是否确认升级？确认。指令收到，明早升级完成。这下妥了。不过今天咋没人来让我回收鱼呢？第二天，鱼塘升级成功，当前水域8000平，水深16米，鱼获成长倍数3到16倍。钓鱼费直接飙到900一天！我靠，这就涨到900了，会不会太狠了？收费由鱼获成长倍数跟鱼的密度决定。昨天宿主到了1车鱼苗，所以涨价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三伯，你认识水性牛的人吗？三伯，你认识水性牛的人吗？我想雇个鱼塘安全员，免得再出昨天的事故。那你找你孙杨哥呀，他2年前在海上混，水性没话说。好，现在就找他。邓刚找到孙杨，说清楚事情后，还开了7000块的高薪。孙杨立马应下，毕竟谁会拒绝活少钱多、离家近的好工作？跟孙杨告别后，邓刚就往鱼塘走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昨天美女被鱼拽下河的视频又在网上爆了。结果今天天没亮，一堆钓鱼佬就堵在鱼塘边排队了。爸爸走，大伙儿走。今天钓费900一天，照样渔获自由，收鱼按市场价。不是吧，老板？昨天才380，今天就900，你不会看火了就坐地起价吧？是啊，你这900也太贵了。想钓的交钱，不想钓的走。900块钓巨户还渔获自由，你们还嫌贵，想啥呢？说的没错，老板又不是做慈善的。爸爸，我们仨钓一天。行，没白吧？饵料优先给你们。付完钱，3人没走就站旁边。邓刚当然知道他们等啥，见有人交钱，后面的人也跟着交了。等人都走光后，吴亚立马冲过来：“爸爸，今天饵料可以拿去，按照老价格给你们。”付完钱，3钓客去塘边找钓位。这时候，葛小格开车到塘边。老同学，忙不忙？今天人这么多，我可能没法教你钓鱼了。没事儿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找地儿就行。稍等，今天钓费涨到900了。没搞错吧？我是你同学也要交钱啊？小本买卖都得交，理解。邓刚，难怪你这么多年了还是单身。收了葛小格的钓费，邓刚本来想躺椅子上歇会儿，结果突然听见系统的报警声：“警告！当前塘里钓鱼的人快超承载上限了，请宿主赶紧升级鱼塘等级。”邓刚当场愣住，扭头往鱼塘一看，旁边人山人海，全是钓友，挤得满满当当。我刚才收费的时候还没察觉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挤了这么多人。邓刚走到鱼塘边，只见不少没钓上鱼的人，要么围观别人下竿，要么围着葛小格看他直播。
不过围观的人里最扎堆的还是三钓客那边，谁让他们上鱼速度跟开了挂似的，太猛了。邓刚点开系统面板，发现升级鱼塘有个条件，得有人钓上100斤的大鱼才能触发升级。我去，这可咋整？得赶紧想个辙。有了！大伙儿都往这儿看。从现在起，第一个钓上100斤大家伙的人，直接奖励6万现金，还不限鱼竿，不限方法，啥套路都能来，没规矩限制。我操！爸爸，你这是又开始做慈善了？吴哥，别瞎逼逼废话了，赶紧回去下竿，完了巨物就被别人钓走了。这时候，上次被鱼拽下河的柳如烟也开车到了鱼塘边。老板，我来复仇了。你刚才说的活动是真的不？真不限方法。随后，柳如烟就指挥着一辆挖机开过来，并还在挖机的挖斗上绑上钓钩。邓刚一看这情景，瞬间反应过来，他这是想让挖机将巨物给拉上来。他赶紧快步冲到柳如烟跟前，要来包600块的饵料。柳如烟听后当场愣住，还记得那饵料的奇特香味，瞬间恍然大悟。那给我来一包。鱼钩换上中型鱼饵料后，刚抛进水里没几秒，就有鱼猛咬钩，而且那大鱼还直接跳出水面，溅起一大片水花，看得周围人都惊呼起来。我靠，这么大的鱼，估摸着至少有200斤了吧？直播间的小哥哥们，咱一起瞅瞅这挖机能不能把这大家伙捞上来。直播间的小哥哥们，咱一起瞅瞅这挖机能不能把这大家伙捞上来。柳如烟指挥着挖机拉鱼，结果啪的一声，鱼直接脱钩溜了。兄弟，鱼使劲挣扎的时候，你得松点劲儿，不然它肯定要脱钩跑掉。好嘞，我知道咋弄了。没一会儿，又有大鱼咬钩了。这次挖机师傅直接开着挖机在岸上来回溜鱼，拉扯了1个小时，那大鱼终于没力气了。就是这时候，它没劲儿了，可以用力拖上来了。1钓开天门，2钓仙人柜，3钓鬼神经。经过挖机师傅的挖神3钓，总算是把这条大鱼拖上岸了。检测到柳如渊钓获200斤大鱼，获得奖励117494元。恭喜宿主已满足鱼塘升级条件，是否升级？马上升级。满足鱼塘升级条件，是否升级？马上升级。你用这车拖鱼也太浪费了，来，我把奖金转给你。不用转，老板，咱加个地球号呗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，我听着。过几天会有个男的来你这儿钓鱼，我回去给你发他照片，到时候你也卖给他1包这饵料，行不？这姑娘居然发现了饵料的秘密，看这架势，她跟那男的肯定有仇。哈哈哈哈，没问题，这忙我帮了。一言为定，可不许反悔。对了，还没给你介绍我自己，我叫柳如烟。这姑娘咋回事？总感觉她沾了什么因果纠缠。这帅哥解锁鱼货狂爆挂，鱼塘里的鱼能翻10000倍增长，连美女都开着挖机来钓巨物，没一会儿就钓上100斤大鱼，直接冲上巨物排行榜第1名，简直绝了。邓刚一睁眼，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刷热点新闻，果不其然，昨天美女开挖机钓鱼的视频又火得一塌糊涂。看来今天又是赚得腰包鼓鼓的一天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男的，他今天会去你那儿钓鱼，别忘了给他拿秘密饵料，拜托了。事后肯定有重谢。回完美女的消息，邓刚就给三伯家的堂妹打了电话。堂妹，来我鱼塘一趟呗。怎么了，堂哥？有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，堂哥？有什么事儿？你这几天不是在找工作吗？来我鱼塘干活，我1个月给你开8000块。真的假的？堂哥，我马上就到。挂了电话，邓刚到鱼塘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钓友排了老长的队，堂妹和孙杨早就在这儿等着了。堂妹，你以后就在这儿帮我收钱，再拍点鱼塘的视频发上网就行。干得好，以后还给你涨工资。好嘞，谢谢堂哥。孙杨哥，你就负责在鱼塘边盯着，把那些被鱼拽下水的人捞上来。好的，包在我身上。
赵先生，各位兄弟久等了，各位兄弟久等了。以后来钓鱼交费回鱼，直接找我堂妹就行。昨天咱们的100斤大货挑战赛已经有人拿奖了，今天再推出大货排行榜活动，上了榜的都有奖金拿。要是能把榜上的人挤下去，照样能拿对应的奖金。钓鱼佬们凑过来看贴在墙上的榜单，眼睛都亮了。榜首正是昨天钓上200斤大鱼的那位美女，第2名能拿5万，第3名直接给4万，第4名3万。爸爸，你又开始发善心做慈善了吧？义父，我非常怀疑你是强东的私生子，不然咋这么大方？老同学，下次想做慈善直接说就行，不用这么拐弯抹角搞活动。行了行了，不瞎扯了。行了行了，不瞎扯了，大家赶紧交费，抢个好钓位去。钓鱼佬们立马一簇而上，就只有吴亚等仨人不紧不慢的跟没事人似的。除了邓刚，没人知道他们心里打着啥算盘。上鱼了，大家伙，肯定又是200斤的大家伙。可我觉得今天这条没有昨天的那条大。没事儿，只要鱼超过100斤，就能冲上大货排行榜第2名，拿5万奖金。李维刚一听这话，瞬间跟战神附体似的，整个人都进入了忘我的状态。怎么突然起风了？不对，这不是风，是从这男人身上散出来的气场。大家快看！大家快看！众人察觉到不对，立马往后退了几步。就见这时候的李维刚猛地跳起来，直接使出了招式——雷霆半月斩，闪电旋风劈。我以前也见过无数个天才，但他们都叫我天才李培光。9天雷霆双脚蹬。李维刚钓上180斤大青鱼，拿下94520块奖金，还解锁了1日收益翻倍卡。这条大鱼上岸后，没出现预想中的欢呼吵闹，只有强者身上那股坚定的意志正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。我好像摸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我好像摸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不错，我也有这感觉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传说中的钓道。能领悟这种钓道的人，对咬钩的鱼有天生的压制力。我得赶紧去琢磨琢磨这种感觉，别浪费了这难得的领悟机会。等大家都散了，邓刚就准备给李培光发奖金。老板，这饵料是昨天你卖给那美女的，她没用完就走了，我捡来用的。这可是我的独家宝贝，你要是想要，以后我可以卖给你，不过1包600块，不讲价。邓刚给李培光发完奖金，就躺回自己的躺椅上，开始研究刚拿到手的收益翻倍卡。这1日收益翻倍卡跟我玩英雄联盟里的硬币翻倍卡差不多啊！没想到系统还能爆出这种道具，看来我对系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，有空得多琢磨琢磨里面的门道。这时候鱼塘边开过来2辆黑色轿车。下来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保镖，中间站着个胖乎乎的男人。这男的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哦，对了，这不就是柳如烟让我特殊关照的那个人吗？这儿的老板就是你。没错，今天钓费900块，鱼货随便拿，要卖鱼按市场价算。收费倒挺高，哼，那我倒要瞧瞧你这儿到底有啥宝贝鱼。胖男人付完钱，带着保镖找了个钓位，就开始下竿了。刚一甩竿几秒，就有大鱼上钩。这地儿可以呀，还真有大鱼。他刚打算使劲拽，突然一股猛劲传来，扑通一下就被拖进河里了。孙杨见此一幕，当即就准备冲过去救他，没想到被邓刚一把拦住了。孙杨哥，先别去，我先拍张照，录段视频。邓刚拍好照片和视频，立马发给了柳如烟。刚发过去，对方秒回信息：这人是我生意上的对头，暗地里给我使绊子，还敢打我的主意，看他这次在圈子里还怎么抬得起头。这姑娘也太腹黑了吧，我得离她远点，不然指不定哪天就被她坑了。邓刚看完信息后，这时候那男人还被鱼拖着在鱼塘里扑腾，又骂又喊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他们这圈子里的人是不是脑子都不太灵光？被鱼拖下水还不撒手松杆，难不成就喜欢这种玩命的刺激感？孙杨哥，赶快去吧，再不去怕是真要出人命了。系统宿主今日收益80万，检测到宿主拥有收益翻倍卡，是否使用？马上使用！
使用成功，今天总收益翻倍至160万。这一下手里就有200多万了，长这么大从没这么有钱过。再这么干几天，娶媳妇儿的钱就够了，再也不是梦。明天找家装修公司，给鱼塘好好拾掇拾掇，升级下环境，升级下环境。当前鱼塘可升级，升级后水域面积扩至1.5万平方米，水深25米，鱼获成长倍数5到25倍，是否现在升级？立马升级！收到指令，扣除200W 费用，明早升级完成。你咋不早说要花钱？这可是我的老婆本啊！第二天一大早，堂妹就冲进邓刚的房间，急着喊他：“堂哥，咱鱼塘这么收费，会不会亏本啊？要不咱把调费涨涨？”行，那今天就收990一天。是不是就涨90块？是不是涨太少了？咱鱼塘里全是巨物啊！我听人说，鱼塘里的鱼越大，收费就得越贵，别人家都收2、3千一天了，咱这价也太低了。你听谁说的呀？你听谁说的呀？还能有谁？老麻雀呗。行了，以后别跟他来往了。我也想把调费抬高点啊，可这价格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，全是系统定的，看这意思，系统返现都是按市场价来算的。不过我可以往鱼塘里放些多宝鱼，这种鱼市场价高，而且就算系统翻倍，最多也就几十斤重，钓友钓起来也没那么费劲，容易上鱼。你先去给我批点多宝鱼回来，放进鱼塘里，还能增加鱼货的种类，这样以后想涨调费也更有理由嘛。没问题，堂哥，我现在就去办。爸，您看这鱼惊不惊喜？啥？这玩意儿是鱼？那可不，这鱼是我在郊区一个鱼塘钓的，足足有200斤。我靠，爸爸！不，乖女儿，快带我去呗！现在就出发。跟我走，爸爸。吃完早饭，邓刚来到了鱼塘，发现柳如烟早就站在塘边等他了。柳如烟旁边还跟着个中年男人。邓刚，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啊？我还等着你的秘密饵料呢。我堂妹现在在鱼塘帮我收着费呢，我不用来那么早。给你介绍下，这是我爸。回家他看我在你这里钓了那么大的鱼，今天非让我带他来。小伙子你好啊，这几天柳如烟在家老提你，说在你这儿钓鱼特别过瘾，所以我今天特意过来尝试一下。没问题，特别欢迎你们，这就给您拿系统饵料。年轻人，刚才就瞅你皱着个眉，是不是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？可不是嘛，我这阵子一直在找装修公司，想给鱼塘搞装修设计，可一直没找着靠谱。那可太巧了，我公司业务正是搞装修设计的，我爸那家天上人间酒店就是我设计的。您说的是咱全城最豪华的那家天上人间酒店？那可不，有空你可以去我那儿坐坐，我先去抛几竿试试水，你们年轻人多聊聊。老爷子一走，邓刚正打算跟柳如烟聊鱼塘设计的事儿，结果堂妹这时候火急火燎跑了过来。堂哥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别急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难道又有人被鱼拽下水了？不是，堂哥，是老麻雀带人来砸场子了。俩人赶到岸边一看，远远就瞅见几个人一脸凶神恶煞的站在塘边，带头的正是那个网红老麻雀。这不是收了一条300多斤青鱼的老麻雀吗？听说你的青鱼没抢救过来，现在跑到我这里来钓鱼了吗？是不是大青鱼死了，你没流量了，现在来找我的茬？小子，你别给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听说你卖的饵料比我的还厉害，我今天特地来跟你切磋切磋。切磋？敢在我的鱼塘跟我叫板？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你想怎么比？咱就用各自的饵料钓鱼，明天还是这个点儿，钓4个小时，看谁钓的鱼多。输的人得在网上认错道歉，让大伙看看到底是谁本事不行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在这儿等你，不见不散。老麻雀一走，鱼塘边立马响起一片啧舌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柳振涛吸引了。就见柳振涛浑身绷紧发力，手里的鱼竿直接弯成了满月弓，看着就费劲。这鱼看着就不一般啊，光这拉力就透着劲儿。不错，我刚才瞅见水里一点黑影，估摸着得有120斤重，可这劲儿比160斤的鱼还猛，太让人眼红了。啥时候我也能钓着这大家伙？上回钓着这么大的鱼，那还得是上回。拉扯了半小时，大鱼的力气渐渐弱了下来。乾坤钓一，
是吊翼，是吊翼。这个大叔也领悟了钓艺。想当年我钓鱼的时候，你们这帮小子还没出生呢。老夫在大海里闯了这么多年，跟鲨鱼搏过，跟金枪鱼拼过，啥风浪没见过。早在30岁我就领悟了钓艺，现如今早就是钓艺大成的水准了。乾坤八卦真图现，乾坤八卦给我吸！大鱼一被拖上岸，在场的人全吓了一跳，居然是多宝鱼！我说劲儿怎么这么大？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多宝鱼，这简直是多宝鱼王啊！老板，这条鱼我能带走不？喂，朱经理，赶紧通知下酒店的员工，今天给大伙加个硬菜。我刚在外面钓了条超大的多宝鱼。老板，咱酒店几十号员工呢，一条多宝鱼恐怕不够分吧？这条鱼我能带走不？当然可以，我这儿渔获自由，想带走就带走，不用客气。谢谢老板。柳振涛道谢后，等众人散得差不多了，就给酒店员工打了个电话。喂，朱经理，赶紧通知下酒店的员工，今天给大伙加个硬菜。我刚在外面钓了条超大的多宝鱼。老板，咱酒店几十号员工呢，一条多宝鱼恐怕不够分吧？你懂啥？我这条多宝鱼足足120斤重。长钓100斤大家伙的老钓友们都懂，巨物这东西向来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罕货，可偏偏这家鱼塘就有这种顶流级的巨物资源，简直离谱到犯规。全是因为邓刚解锁了系统外挂，鱼塘里的鱼能翻万倍疯涨，想不大都难。结果生意火到炸，连同行都眼红，直接找上门来下战书了。当天晚上，老麻雀给邓刚下战书的事儿就冲上热搜，热度直接拉满。这老板开鱼塘跟做慈善似的，也太良心了。钓这么多年鱼，头回体会到抱老板大腿的爽感，以前哪有这待遇啊？可不是嘛，来这鱼塘跟回自己家似的，自在的很。老板又仗义，塘里的钓友说话又好听，超对胃口，谁不爱来啊？可一想到要跟老麻雀比，就觉得老麻雀这水平跟送菜似的，纯属自取其辱啊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快到山里接我去！我都迷路2天了，腿都快断了，实在走不动道了。看见了，就是不回你的消息。你若是来包鱼塘了，我以后在哪里去直播？明天主播会在鱼塘的决战现场开直播哦，喜欢的宝子快来围观呀！邓刚刷着网上的评论，越看越愁，眉头都皱成疙瘩了。明天就要跟老麻雀决战鱼塘之巅了，我对系统饵料有信心，可我这钓鱼技术自己都没底啊！平时瞎玩还行，可真跟老麻雀这种老炮级玩家比，明天被鱼拽下河冲浪的不就是我吗？有了！喂，李维刚，明天有时间没？怎么了，老板？明天正打算去你鱼塘钓鱼呢。那刚好合适，我正准备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明天替你跟老麻雀比赛吧？对，明天我给你拿点硬货，我压箱底的终极饵料，还没给任何人用过，包在我身上，老板，明天我肯定早点到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邓刚点开系统面板，皱着眉嘀咕：哎呀，这一天就这点饵料，肯定不够用啊！系统给我升级饵料供应，每种饵料都加到10包。收到指令，升级完成，扣除120万。这一下又没了这么多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邓刚刚睡醒，就听见外面传来跑车的轰鸣声。出门一瞧，柳如烟已经在院子里等他了。你这么早来找我有啥事儿啊？邓刚，你看一眼，这是我们给你鱼塘做的设计图，有要改的地方没？我的天，专业的就是不一样，就按这个来装修。那你打算啥时候开始动工啊？明天，今天下午得跟老麻雀比赛，等比完赛，施工设备就能进场了。那行，就按你说的来。邓刚，这是你对象来找你了不？三娘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朋友。来者是客，中午留他在这儿吃饭吧。谢谢姨娘，那我就不跟您客气啦。
吃完午饭，邓刚跟着柳如烟的车一起去了鱼塘，一到就看见老麻雀，他早架好手机开直播，在塘边等着了。老麻雀，你来的这么早啊？哼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的，开始吧。等等，我喊的人还没到呢。话刚说完，鱼塘边就传来吱呀一声急刹，从车上下来的正好是李维刚。邓刚一看，立马跟捡到宝似的，激动的喊：“你可算到了，再晚一步就凉了。”抱歉，来晚了，路上堵得水泄不通，挪不动道。快跟我来，老麻雀早就到了，就等咱了。老麻雀，我也不欺负你，今天就由我这小兄弟跟你比，看看咱俩的饵料到底谁的更牛。好，那咱先准备准备，5分钟后开比。邓刚赶紧点开系统面板，把今天所有饵料全兑换出来，兑了一小堆。李哥，你先拿着绿色饵料钓点小鱼热热身，后面再换蓝色饵料钓巨鱼，不然一上来就上大火，网友们该看腻了。好的，包在我身上。今天在场的兄弟，等会儿帮我在直播间涨涨人气，我随机抽20个幸运观众送我的独家饵料。老麻雀，那咱现在就开始。行，直播间的兄弟看好了，比赛马上开始。今天老麻雀就给这年轻人上一课，让他知道啥叫真技术。就见俩人同时甩竿，鱼线嗖的飞出去，稳稳落在塘里。老麻雀的浮漂刚挨到水，立马就往下沉。他手疾眼快提竿，不愧是吴大师，一出手就有。有运气是好事，但要想超过我的外挂，还是嫩了点。终究是鸡蛋碰石头啊！大伙还在围着老麻雀夸技术之时，另一边的李维刚已经开始连杆上鱼，杆子就没停过。我操，这年轻人是开了挂吧？手速快的离谱！小哥哥，你有对象没呀？要是没有，考虑考虑我咋样？再看老麻雀那边，好不容易才把咬钩的鱼拽上岸。反观李维刚，这都已经钓上10几条鱼了，旁边的桶都快堆不下了。检测到老麻雀钓获48斤青鱼，奖励8554元。检测到李维刚钓获好多鱼，麻烦宿主等一下粉系统，这就去找个计算机算一下。我靠，连系统都被这离谱的上鱼速度整崩溃了！这也太夸张了！俩人比拼了1个多小时后，李维刚身后已经堆了好几个装满鱼的桶。再看老麻雀这边，别说多桶了，连1个桶都没装满，场面别提多尴尬了。就在老麻雀耷拉着脑袋，一脸失落的时候，突然一股超强拉力顺着鱼竿传了过来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老奶奶钻被窝调法，没错，是老麻雀压箱底的秘密绝技。老麻雀毕竟是钓鱼圈的骨灰级老炮，绝招一出手，那条大鱼立马就被拽上了岸。检测到老麻雀钓获140斤草鱼，恭喜宿主获得45700元。可算是把差距拉小了，再钓2条这么大的，今天我肯定能拿下这场比试。李哥，快换饵料，让他好好瞧瞧，到底谁是爹，谁是儿子。好嘞。好嘞。李维刚手速超快的换上了巨型鱼专用饵料，刚把鱼竿嗖的抛出去，一股能把人拽飞的惊天拉力立马传到了他手上。老板，这鱼的拉力比上次那大家伙猛多了。李哥，冲啊！今天只要能拿下这场比拼，10万块奖金直接给你安排上。李维刚一听邓刚这话，跟上次钓巨物时一模一样，再次进入了物我两忘的超凡境界。他咋又进入这种状态了？哪有人能在这么短时间内2次顿悟啊？你们这辈子见过不少所谓的天才吧？但你们根本不知道，你们嘴里的天才，连见我的资格都只是入门级。神级钓法，老汉推车第一式，大力出奇迹。大鱼被拽上岸的瞬间，老麻雀当场僵在原地。这鱼塘里到底还藏着些什么巨物啊？大伙全围到小木屋跟前，都等着邓刚揭秘那神奇饵料的玄机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鱼塘边老麻雀暗暗嘀咕：哼，我倒要看看这饵料到底有多神。老麻雀被拽下水后，柳如烟的施工队也赶到了鱼塘，机器的轰隆声直接盖过了老麻雀的惊叫。兄弟们，从明天起，
鱼塘要进行全面装修升级，为了大伙儿的安全着想，暂时不对外开放营业了。具体啥时候重新开业，我会在网上通知大家。以后鱼塘还会不定期搞各种超有意思的活动，欢迎大伙儿积极报名参加。今天的事儿就到这儿，大家早点回家休息吧。老麻雀输了比赛，当场就在网上发了道歉文。没多久，网友们就炸锅讨论开了，评论区直接刷爆，纷纷寻求邓刚鱼塘的具体位置。兄弟们，鱼塘装修完了，能来甩竿钓鱼了。这下妥妥要赚得腰包鼓鼓，再也不用愁了。给网友发完通知，邓刚就往鱼塘赶。就算早就知道改造方案，可亲眼瞧见这模样，还是被惊得瞪大眼睛。我操，这还是我之前的破鱼塘吗？变化也太大了吧！邓刚，你来了。柳如烟，这才几天没见啊，你们这施工效率也太顶了吧！那必须的，我觉得你这儿要是加个民宿，肯定超火。为啥不愿意搞呀？现在忙不过来，这事儿等以后再说吧。毕竟系统每次升级都在半夜，万一住民宿的人撞见，那第二天鱼塘就得歇业了。我操，这还是之前的小破塘吗？简直像换了个地方。我愿称这儿为钓鱼界的顶流圣地。没毛病，我连帐篷都扛来了，以后就在这蹲守，不钓巨物不走。大伙儿早上好，鱼塘装修结束了，以后大伙儿能放心甩竿了。今天调费700一天。我操，义父又搞慈善，装修的这么顶，居然还给我们降了价。对了，跟大家说声，今天鱼塘刚投了超多巨物，还专门给你们设了个爆竿纪念墙，就挂你们断的鱼竿。怕啥？我们有螺纹钢神竿和航天级阻拦索，再猛的巨物也不怕断竿，我们根本不会上墙。吴哥，别磨蹭了，赶紧去缴费。我还想试试上次老板送的饵料呢。就在这时候，鱼塘外面吱呀一声急刹，下来的正是柳如烟他爸。刘老板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有巨物的鱼塘？看着不像啊，我用1年都感知不到鱼群。就是啊，我也一条鱼都没察觉到，该不会这新鱼塘还没放鱼吧？那只能说你们修为还不到家。你们快看那边！三人顺着柳振涛指的方向一看，一条几百斤的大家伙在水里翻涌。我靠，刘总，咱赶紧去缴费，别耽误了钓具物！小姑娘，给我们开4个钓位。今天700块一天，鱼货随便拿，买回来按市场价算。小姑娘，你确定是700一天，不是7001小时？我们去海钓，哪回不得花大几千？就是啊，我也搞不懂老板咋想的，鱼塘资源这么顶，收费还这么良心。不过要是你们愿意，也能按7001小时算。我们确实不差钱，但我们又不傻。柳叔，您今天也来塘边甩竿啊？那可不，今天特地带我这帮兄弟过来钓巨物开眼。对了，邓刚，上回你给我的那饵料，再给我来一包。好的，我这就拿给你，柳叔。老张，你们也拿点试试这饵料，特好用。刘总，你这饵料跟普通的比有啥不一样的门道不？也没啥特别的，就是普通鱼饵。不过抛进水里的时候，可得扎稳脚跟儿。三人换好饵料，刚一甩竿的瞬间，仿佛撞上了水里的狠角色。都说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早就提醒过你。刘总，你该不会是故意不提醒我们这饵料的厉害吧？我刚才居然还跟水里那大家伙对视了一眼，我严重怀疑我这点肉都不够他塞牙缝的。那时候我连遗言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想我这辈子在海上闯，钓过几百斤的鲨鱼，拽过上千斤的金枪鱼，不曾想今天竟大意失荆州，栽在这么个小破塘里。你以为这是海钓啊？还有船给你借力撑着。
没事儿，咱不气馁，重新来就是。我刚叫了辆货车过来，今天非得把集装箱塞满巨鱼不可。今天非得把集装箱塞满巨鱼不可。你们先吊着，我先找个地儿歇会儿，缓口气儿。刚刚龙筋好像伤到了。这时候，另一边的吴亚仨人还在不停上鱼，手里的杆子就没停过。他们仨的饵料也快见底了。饵料真要没了，这是最后一点了。吴亚赶紧换上仅剩的那点饵料，甩竿下去后，却一直等不到鱼上钩。这是咋回事啊？难道鱼都跑了？就连站在旁边视察的邓刚也皱着眉，一脸纳闷。难道系统这是出故障失灵了？不然咋会没鱼咬钩呢？突然，水面传来一阵大鱼搅动的声响，鱼群争先恐后的跳出水面。爸爸，你可千万别松手啊！你可千万别松手啊！我察觉到这巨物能将我整个给吃了。大表哥，你杵着在那里干嘛？不行，你们赶紧松手，别被他一起拽下去了。就算他吞了我一个，还有成百上千的钓友在。吴哥，实在不行，咱们用秘密绝招吧，残忍合体绝技。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检测到3钓友钓上900斤的巨型翘嘴，恭喜获得500万现金奖励。吴哥，好在我们这几天没有闲着，不然今天真要成这大鱼的点心了。走吧，咱们去老板那里回鱼。这条巨物不回，他刚刚想吃了咱们，那咱们今晚就先把它吃了。可这一条够咱吃1整年了。当天傍晚，邓刚把所有钓友都召集到了一块儿。各位兄弟，明天咱鱼塘启动为期3天的巨物争霸赛，最高奖金600万，不限人数，不限招数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想参加都能来，都把你们的看家本事拿出来。邓刚，以后咱俩认个交情，你叫我叔，我喊你干爹。我操！对了，还有个事儿提醒大伙儿。不一定非得用手钓，只要是能想到的招，就算用村里的老黄牛把鱼拉上岸，都算你赢。就算用村里的老黄牛把鱼拉上岸，都算你赢。恭喜宿主，当前鱼塘已达成升级条件。升级后，鱼塘中心将自动升起一座小岛，小岛周边60米范围内，鱼的体重最低都有100斤。是否确认升级？确认升级。家人们早上好，今天带大伙儿看巨物争霸赛，精彩马上开场！欢迎大伙儿来参加巨物争霸赛。这次比赛连搞3天，不限人数，没规矩，随便用工具，头奖600万，只要鱼能拉上岸就算数。兄弟们都把趁手家伙用上，别拿小破杆出来丢面。不瞎扯了，赶紧报名占坑！不瞎扯了，赶紧报名占坑！对了，这几天天热，大伙儿别中暑了。邓刚，我瞅你这小伙子特优秀，缺对象不？我给你介绍一个咋样？刘叔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你看我女儿柳如烟咋样？我闺女年轻好看，能力又强，跟你多配呀！这事儿不急，咱以后再聊。柳振涛心里也没辙，闺女虽说长得好看，就是不找对象。邓刚这时候也想赶紧岔开话题。你们还不去钓鱼的吗？急啥？高手都讲究压轴出钱，先让这帮钓友玩会儿热热身。我们今儿个约了人去海钓，明天再过来跟他们好好比。不错，出场太早，跟欺负人似的，没啥意思。这话在理，咱一上来就霸占榜首，不得把他们信心全打没了。邓刚一听就懂了，合着他们是觉得现在出场太掉价了。邓刚倒无所谓，只要鱼能拉上岸，谁来钓都成。哟，这不是老麻子吗？今天咋戴起口罩了？老板，我今天有点感冒，怕传染给别人。别不好意思，想来钓，我肯定欢迎。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。对了，老板，你那神奇饵料能再卖我一包不？没问题，给你。
这时候，鱼塘另一边的广播突然响了。朱元璋调获286斤大青鱼，暂居争霸赛第1。这该不会是作弊了吧？也太猛了，吴哥，咱要是能钓上昨天那样的大家伙，这次比赛第1肯定是咱的。唉，可惜运气不咋地，没遇上好时候。我去，你们快看，那有人开拖拉机过来了！吴亚顺着三叶草指的方向一瞅，就见老陈开着那台拖拉机，正使劲拽着鱼线。家人们，咱一起瞅瞅这位大叔，能不能用拖拉机把鱼拽上岸？能不能用拖拉机把鱼拽上岸？我去，连拖拉机都拽不动，这鱼最少600斤往上，我觉得还不止，拖拉机都快2吨重了。这巨物最少得有1500斤，那岂不是比咱昨天钓的那条还大？这鱼要是能拽上来，防守肯定是他的没跑了。老陈这会使劲踩油门，拖拉机的排气管一个劲儿冒黑烟。老伙计，再加把劲儿，把这大鱼拽上来，你就能好好歇会儿了。为啥又开始起风了？这时候的老陈仿佛跟拖拉机融为一体了，他就是拖拉机，拖拉机就是他。咋可能啊？借助外力居然也能达到这种境界！突然，水里的巨物猛地跃出水面，直接把老陈和拖拉机一起拽向了空中。终究还是差最后一口气，罢了，都拼到这份上了，老陈，我再助你最后一臂之力。不要啊！我不要那条大鱼了，我赶快停下！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可别出事啊！你不要一拖拖拉拉的，跟你并肩钓鱼的日子，我真的超开心。今天就让这世界见识一下我的终极绝招——乌鸦坐飞机。就见拖拉机猛地往下冲，刚蹭到水面的瞬间，直接把大鱼震得飞上岸。检测到陈小军钓获1500斤翘嘴，恭喜宿主获得800万现金。我操！鱼塘里的鱼都已经进化到1000斤级别了。看来我之后得赶紧想办法升级安全措施，不然迟早出大事。各位兄弟，第1天的巨物挑战赛就先到这儿了。目前暂居榜首的就是咱们的陈小军大爷。希望明天大伙再接再厉，争取把自己的名字在榜单上往上挪一挪。老板，我瞅着湖中间有个小岛，那边能去钓鱼不？我正准备跟大伙说呢，湖中间那小岛周边60米范围内的鱼，最低都是100斤级别的巨物。想去的兄弟自己想办法过去，但要是在水里出了啥事儿，我可不负责啊。柳叔，您咋这时候过来了？不是说好了明天才来吗？我们那边海钓早就结束了，我直接把船开过来了。明天咱就在你这儿开船钓巨物。我操！那你的船呢？你往那边瞅。这个男人解锁了渔获翻倍系统，转头就在鱼塘搞了场没规则限制的钓鱼大赛，头奖直接拉满600万。消息一出，引得全国钓鱼佬全往这小地方挤。鱼塘人数即将达上限，请宿主尽快升级。当前升级需花2100万。照这节奏，今儿个结束就能完成升级，这速度没谁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，兄弟！喂，兄弟！邓刚转身望去，那货车顶上站着个满脸煞气的大哥。这儿的老板在哪儿？我就是这儿的老板，找我有啥事儿？老板，我想在你这儿先占个钓位，明天再来钓鱼行不？没问题，你随便选地方。江湖走到货车后面，一把扯掉车上盖的帆布，就见货车里装满了钓鱼的饵料。我操！猛龙打窝法！喂，三伯，刚子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我在鱼塘这边呢。咋了？出啥事了？你赶紧回来一趟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邓刚开着车到了三伯家，一抬头就见三伯在门口等着他，三伯旁边还站着个陌生的小姐姐。
三伯，你叫我回来啥事儿啊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找对象了。村头张大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，人家在省城当会计，工作稳当，你们年轻人自己聊聊。三伯说完，转身就走，俩人之间的气氛瞬间冷下来，尴尬的能抠出3室一厅。刚子哥你好，我叫蒋楚楚。当然行，没问题。蒋楚楚走后，邓刚开着车回了鱼塘。这时候，柳振涛他们4个也正好跟在邓刚车后。柳叔，这么巧啊！我老远就瞅见你了，今儿个忙不忙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上艇坐坐？活了20几年，还未坐过游艇呢。虽说后来有系统帮着赚了钱，可压根儿没工夫去享受。那必须去，我也正好想感受一下这游艇啥滋味。一群人上了船，邓刚一进游艇，立马被里面的豪华给惊住了。就算现在自己也有钱了，可有钱人的日子还是没法想象。邓刚，随便坐，别客气。老张，赶紧探探水下鱼群情况。好的，马上就去。张总立马打开游艇上的声波探鱼仪，专注地搜寻水下的鱼群。没一会就有结果了，船底下全是密密麻麻的鱼群，而且每条最少都有100斤重，全是巨物。老冯，你快过来瞅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阵仗！我的妈呀，刚子，你这鱼塘里到底放了啥鱼啊？这每条都超100斤了吧？就算是在深海，我也没见过这么密集的巨物资源。就是，我严重怀疑这些鱼都快成精了。总不能跟他们说我有系统吧？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是鱼塘装修好后，下游的鱼群都游回来扎堆了。老冯，就选这儿吧，这儿鱼群最密，肯定能上大货。行，我先去甲板上开钓，试试水。就见柳振涛一个人走到甲板上，立马甩竿抛线。底下资源这么好，今儿个咱也得钓个1800斤。就在柳振涛琢磨着能钓多少的时候，忽然一股超强拉力顺着鱼竿传了过来。我操！老张，快开船！这巨物要往船底钻，要出事！真让它钻进去，船底都得被捅穿，咱们全得玩完。没问题。张总立马猛打方向盘，操控游艇配合柳振涛躲鱼。只听嘣的一声脆响，鱼线直接被挣断，大鱼甩甩尾巴溜了。更气人的是，他居然还回头朝游艇喷了口水花。侮辱！我堂堂刘总啥时候受过这窝囊气？都半截入土的人了，到头来居然被一条鱼羞辱，这口气咽不下，必须钓上它！就见柳振涛冲到船头，手忙脚乱，一阵折腾，没一会儿就绑好了一根粗绳，绳子另一头挂着个巨大的鱼钩，钩上挂的正是系统出的巨型鱼饵。我操，这装备钓鲸鱼都够了吧？柳振涛刚把鱼钩抛进水里，立马就有狠角色咬钩，那冲击力直接让游艇晃了晃。下一秒更疯，大鱼拽着游艇在水面上狂奔，跟拉玩具似的。老张，开最大马力往后拽，别被他带跑了！收到。随后，张总操控游艇来回打转，柳振涛紧盯着水面，眼睛都不敢眨，时刻盯着大鱼的动向。我操！这鱼居然能把游艇拽得转圈儿！比之前海钓的大家伙还猛！这鱼塘里到底藏了些什么怪物啊？跟着大家伙死磕了1个小时，大鱼的劲终于泄了，没之前那么狂了。哈哈，这大家伙不行了，赶紧把他拽上船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就见柳振涛猛地跃向空中，接着像雄鹰扑食似的急速俯冲下来。你们听没听说过从天而降的掌法？莫非是失传多年的镇鱼神掌？这时候，柳振涛单掌狠狠按在船板上，猛地轰出一道冲击波，一条几百斤的大鱼直接被震飞上船，正是刚才朝他喷水嘲讽的那条。我操！哈哈，以后再也不去海钓了，还是这钓巨无过瘾。
哎，兄弟，我瞅你咋有点眼熟呢？检测到柳振涛调获888斤莲庸，恭喜宿主获得1500万现金奖励。就在柳振涛盯着这条鱼得意的时候，压根没注意到带着饵料的鱼钩还在水里挂着。这时候，一条比之前还大的巨鱼悄悄游到游艇底下，船身突然猛地往下一沉，接着游艇就被这条大鱼拖着在水面上疯狂疾驰。刘叔，快把绳子剪断，前面有漩涡！顺着邓刚指的方向一看，水面上全是大大小小的漩涡，最小的那个都能把整艘游艇卷进去。柳振涛没有丝毫犹豫，去将绳子剪断。好险！这要是下去了，那真得直接入土为安了。不行，再也不能跟这群疯狂的钓鱼佬一起玩了。再也不能跟这群疯狂的钓鱼佬一起玩了。我还是回去躺平算了。邓刚立马要求靠岸，一刻都不想在船上待了。一想起刚才那漩涡惊魂的场面，他现在后背还直冒冷汗，心有余悸。这群钓鱼佬也带疯了，为了钓条鱼，居然连命都敢赌，简直不要命了。好不容易靠系统把日子过顺了，可别最后有命赚钱没命花，那可亏大了。邓刚赶紧跑到鱼塘收费处，想问问堂妹现在渔获争霸赛的排名情况。堂妹，现在巨物争霸赛的前3名都是谁啊？前3名依次是陈小军大爷、蒋小龙。陈大爷今天来压根儿没钓鱼，直接划着船在水上转悠，说要找他之前被鱼拽走的拖拉机。然后蒋小龙今天钓了条1400斤的莲蓉，就比陈大爷的少100斤，就比陈大爷的少100斤。太可惜了。那第3名是谁呢？第3名是江虎，他钓了条1200斤的翘嘴。这人我听都没听过啊，看着挺陌生的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满脸煞气的男人突然冲进收费处。堂哥，他就是那个拿了第3名的江虎。老板，哟，兄弟，今天不是打窝吗？怎么开始钓鱼了？哎呀，老板，你这鱼塘资源也太好了，我看别人上鱼看得心直痒痒，就先过来了。对了，兄弟，你特意找我是有啥事儿要聊吗？我听人说你这鱼塘中间那小岛周围全是藏着顶流巨物，你这儿有船不？我想划到那小岛上钓鱼。可不是吗？现在那小岛早就是热门钓点了，我本就打算调几条船过来，之前没考虑到没船太不方便，光靠现有的筏子太受限。我这现在没船，但你要是需要，我明天准给你带几条过来。好嘞，老板，明天我就在这儿等你。当天晚上，邓刚直接找了个卖船的商家，一口气买了2艘船，连夜就运到了鱼塘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邓刚刚到鱼塘，早到的老钓友们已经在这儿等着了，一群人全围着水面上那2艘新船打转。老板，你弄这2艘船过来，是不是有啥新安排啊？大伙儿早上好，今天可是咱们巨物争霸赛的最后一天，可得抓紧机会冲榜。知道鱼塘中心小岛周围资源超顶，但大伙儿没船没法上岛，所以我连夜买了这2艘船过来。大伙儿别多想，这就是普通渔船，专门给大家上岛钓巨怪用的。老板，你这效率也太牛了，说有船就真有船。不瞎聊了，想上小岛钓鱼的兄弟，现在就能上船。为什么我总感觉 BGM 要出场？大伙一登上小岛，立马掏出鱼竿，甩线开钓。差不多人人手里都攥着包系统出的神级饵料。邓刚没凑这个热闹，转身回了鱼塘收费处。就在这时候，一架直升机轰隆隆从天而降，稳稳落在鱼塘边上。老同学，这是我直播间的榜一大哥，听说你这儿巨物扎堆，特意来跟他们过过招。小兄弟，听说你这钓鱼没规矩，我开直升机来钓没问题吧？当然行，没毛病。我这不管用啥招，只要鱼能拉上岸就舒服。你可以去鱼塘中心那个小岛钓，那儿底下全是狠角色，保准有大货。行，对了，听说你这儿有款神饵超厉害，卖我2包呗。今儿个钓鱼的人太多，只剩最后1包了。1包就1包。二驴交完费，转身就给直升机挂上专用挂钩，接着就操控直升机飞到中心小岛上。我操！
我还以为开挖掘机钓鱼够离谱，没想到还有人开直升机。这开直升机的是哪路大佬？来将可留下性命。慢脚二驴，难道他就是传说中慢脚平台的知名网红二驴？随后，二驴直接操控直升机放下巨型鱼钩。小岛上的大伙瞧见这阵仗，索性不钓了，全放下鱼竿围过来，要看他怎么操作。再看二驴这边，鱼钩刚砸进水里没一会儿，立马就有鱼上钩了。我操！看这拉扯的劲儿，这条鱼少说也有600斤。直升机毕竟是大家伙，超强升力一发力，没一会儿就把巨物拽上了天。二驴显然没满足，又给直升机加挂了4个鱼钩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我也是，劝你别这么干，风险太大了。你们懂个啥？淡水鱼再大能大到哪儿去？看来得给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们点颜色瞧瞧。4大护法都做好准备。二驴绑好鱼钩后，便启动直升机飞上天。可他压根没料到，水下正藏着能让他栽大跟头的狠角色。鱼钩刚砸进水里，一股能拽的直升机晃悠的狠劲就顺着挂钩传了过来。我操！这鱼塘果然藏满了巨物，这拉扯感爽翻了，太爽了！二驴仗着直升机的动力，跟水下的大鱼你来我往地死磕，就这么拉扯了1个小时，水下的力道慢慢弱了下去。人类，你也太狂了！人类，你也太狂了！4大护法，给我一起上！你们听见啥声音没？我听到了，就那么一点点动静，吓得我后背发毛。话音刚落，水面哗啦溅起一大片水花，随之而来的是4个巨大的漩涡。再看二驴的直升机，正以肉眼能看清的速度往下掉。我靠，太不对劲了，快给我往上飞！他拼了老命掰操控杆，可直升机别说上升了，连半点停顿都没有，反倒掉得越来越快。水下的巨物还扯着直升机疯狂转圈。他此刻也顾不上别的，一把拽过降落伞备好，直接从直升机里跳了出去。可这时候，水面突然冒出一条叫不上品种的巨型怪鱼，一双凶眼死死盯着往下掉的二驴。孙杨哥，快救人！孙杨见情况危急，浑身爆发出一团蓝色的气浪，接着他像离弦的箭似的往天上冲。眼看二驴就要掉进怪鱼嘴里时，孙杨一脚踹在怪鱼脸上，他趁机伸手稳稳接住了二驴。眼看快到傍晚，邓刚站在人群中间，正准备公布这次钓鱼争霸赛的最终排名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另一边的二驴掏出手机，咬着牙拨通了电话。我要举报。没几分钟，鱼塘外面就传来了警笛声，几个穿着制服的衙役快步冲进了鱼塘收费处。这儿的老板在哪儿？我就是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这鱼塘疑似有不明生物出没，麻烦你暂时停业。这几天我们会派人在这儿调查情况，